大家平常知道的可能只是厨房的我啊，但其实我还有另外的身份，就是 James 胖，詹姆士胖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啊，我很喜欢骑重机四速手，所以这一次来到新加坡，我接到一个新的任务，就是骑着重机到新加坡的加油站去执行任务。但到底是什么任务嘞？来，第一站去哪里？提示卡，这个造型真的很棒，就是一个加油，这边是满的，这边是 empty， 哇，要加油喽！哦，打油诗来了，荷兰高挂小星星，C 字招牌亮晶晶，车来车往来打油，白米拉面样样有。荷兰有可能哦，这是荷兰的巴沙。新加坡人好相处嘛，会问人不被他赶走，不会拿去说，哎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大家走掉这样，不会这样吗？看你人缘，看我的人缘是不是？走。你好，请问一下哦，这个 C 字招牌亮晶晶这边有什么招牌是 C 开头的？你不知道啊？打油是什么意思？打油什么意思啊？你有看过我吗？我已经过不懂讲不出你的名字。哦，没关系，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我已经过不懂讲不出你的名字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知道车来车往来打油，打油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加油哦。加油站来的啦！高挂小星星是那个打油的那个爸妈招牌啊，招牌来的。哦，名字吗？叫卡特啊。你说加油站的？懂了啦，我不会英文呐。 C 字头的加油站就对了。要不要带你去？啊，载我去？对啊，他其他载我去就好了，干嘛那么麻烦？还骑什么车？对不对？遇到好人不是让他载就好了。不行啦，我跟人家借人家摩托车哦，到时候我没有骑不行。哦，谢谢你们哦。哦，谢谢，那就边骑边找喽。这个第一次在新加坡骑车实在是蛮妙的。首先是因为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是方向完全不对啊，跟台湾的方向是反方向，所以你说要叫我现在悠悠哉哉的在这边骑车会有点困难，尤其是我们明明是第一集。然后骑的这台车是比较大牌的 Harley Davidson， 一般称为这个鲨鱼头，所以目前有点兴奋，有点紧张啊。所以现在过去就是荷兰村了，荷兰村 ，slow down， 等。哦，这个荷兰村里面有台湾味耶！哇，这边其实是真的是各个地方的食物都有。你看，它有韩国料理啊，这是哦，墨西哥料理耶，哇！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加油站的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哎 ，C 字招牌又有星星，那应该在这里吧？必须说，这台哈雷很好骑，虽然我骑得很紧张，然后走错很多路。哎，我要出去了，怎么办？我还要进来。哎，我转太快了耶，转错了。哎，阿翔，哎，轩。哇，你也算是心机重哦！前两天看到你都不讲了哦。我不知道嘞，你不知道？昨天晚上才打电话给我耶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？你好吗？哦，很好啊。我来骑车来。你来骑车来哇？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车 ？Very nice。来看一下。看我车。哇，还可以。超酷的！我刚骑车来。哇，这个太酷了啦！照理说你应该是你也骑才跟我一起骑过。其实我可以坐后面，我没有这个的那个 license。阿翔，男子汉没有在载人。对，没有在载人，没有在载人，男人女人都不能载，男人女人都不能载，就一个人哈。他就是一个人。哎，我想起来，我要先跟你讲一下，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喂食加油。对，喂是那个喂食的喂。对，所以等于是我会分的几集会在全新加坡的加油站，然后进到这个类似像这种超商里面，好，然后用超商的东西，我们就来这边吃东西。不是，来这边找他的东西，我们做出料理出来。对。可是我跟你讲说，现在因为天气很热，等我一下，你知道天气很热是不是？对。哇，里面吹冷气，我整个都是汗。我摸一下都有。所以我们喝一个很冷的台湾的这个泡泡茶，好不好？泡泡茶，来选一杯。有那种带酸的吗？带酸柠檬的啊，哇，有没有？柚子冰沙冰起来啊，就有点酸酸的。好啊，就它。我的就红茶。
不要糖。也是小杯的吗？对，小杯。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这个加油站？哎，我第一次觉得新加坡的加油站怎么样？类似像这样的加油站，以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有看到，但是在台湾的加油站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东西。哎，好了，哇哦，来试看看。不错不错，我喜欢无糖的，还蛮不错的。那个柚子掺那个椰的那个味道还不错。请你们再仔细看看手上的饮料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你看 ，using the 2 drinks as ingredients， 就是我们的 challenge of the day， 就是、哇，我的妈！哇，这么小啊？对啊，你看小成这样哎，大概就是4只蚂蚁左右。根本没有想到那个挑战会粘在那个贴纸上。接下来就很有趣了，随时都会仔细看到底哪边有这些提示或者题目。所以用这2个当成 ingredient， 然后放进去，感觉上就只能做甜的。哎，不对哦，也可以做咸的。可以做咸的、啊，应该可以找到很多食材我们可以使用。所以说我们2个一起合作一道菜。谁说的？它上面没写啊。现在说的。哇，你真的也是变来变去哦。对对对。先逛一下，先逛一下。好。你要做什么？其实我刚才在想，哎，可不可以做一下泡饭呢？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新加坡的加油站有卖米哦。有，应该有吧？是吗？哎，米在这边，真有米，真的。加油站有卖米，真太特别了。对，那还会有卖那个我们那些给他做那个鱼啊，那个辣的那个鱼，那个三八酱油，哎，还有这个江鱼仔，辣的 ，spicy 的，有一点点类似啊。我就可以开了吧？试看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跟我这个又很搭，因为我这个有一点酸，有一点酸，对吧？有点甜。所以你会做一个炒泡面，好不好？哎呦，good idea。然后我就做一个泡饭了。我没有错的话，它有很多不一样的。哇，有燕窝哎，哇，很养生的哦。我看到好料了，哎，这个我要用。我的泡饭的主材料应该是这个。因为新加坡的加油站疯哎，厉害啊！怎么会有卖鲍鱼？厉害啊！我承认，用鲍鱼是走安全路线，可是我觉得这道鲍鱼呢是人人都爱的一个食材。啊，看到店长了啊！店长看起来就是蛮有威严的哦。他刚刚走出来的那架势是，我就是店长。那杨爱，我们这边的一个顾客群到底是有小孩子、大人还是什么？我们这里有附近的居民会来了，居民啊，还有加油的人会来。这里的居民的消费能力都很高，可以卖鲍鱼、卖燕窝，是吗？别的加油站没有，你们别的点没有卖鲍鱼？有，我们都有卖。我也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新加坡的人都很有钱。你这边的加油站，这总共有几样东西？不知道对不对？差不多有2000。这边有2000种产品。你待会一直会待在这边吗？对啊。会是不是？好，那就比较简单了。你现在想吃是什么？鲍鱼。来。啊，你想吃鲍鱼，你把它打开给他吃就好，来做什么菜？好，没有关系。你吃辣吗？会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用辣椒做了，他用鲍鱼做，好不好？但我真不知道做什么，去看一下。哎，不对，我们要用便利的方式，你真的要生米煮成熟饭吗？它已经有熟的饭啊，有了吗？都这个有吗。它有这个的 Teriyaki Chicken， 你看它的那个米饭全部已经熟的了，微波就可以了。微波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遇到比较大的困难，本来想说在便利商应该选项不多，就发现哎这边的加油站的便利商选项太多了。它可以在这边做什么？可以做中式的，可以做西式的，可以做马来式的，可以做高级的，可以做便宜的。哦，很难呢。你们拿得很爽哦。掉了。哇，还有挑战卡。等一下，烹调时间20分钟，不准浪费食物，不能一次讲完吗？我的还好啦，其实我的做菜还算快，就是挑战嘛，有趣，我觉得也好，因为如果真的要做的复杂，你可能就去市场买菜就好了。但便利超商这边，我反而会认为便利这2个字还是最主要的。还有20分钟还是可以挑战的，没有那种事。
好，结束，烹调时间20分钟，不准浪费，不准浪费，全部都要用啦，但是没有到用完啦。因为是怎么用完？对对对我的泡面就5、6包了，大家吃到饱了，没有那种事，对对不对？所以我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6样。 6样，我是1、2、3、4、5样，待会去结账的时候算价钱，看谁的比较贵是吧？当然是你贵，你一个鲍鱼就吓死人了。不管我要燕窝，你要验我。怎么样？这个开场还可以吧？不错，哦，这一般就是那个门神才会这样两边进。对，哦，我先讲我的好了。我本来是要做一个烩面，有点像滑蛋烩面。那我因为刚刚呢，我们在拍这些食材的时候呢，我转身过去要去洗手间，我发现那边有那个冰箱啊，有冰块，都改成凉面。哇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天气热啊，我不晓得在新加坡，因为在台湾热的话，大家第一个想到会想吃凉面。但我就在想说，因为凉面我们需要一点甜一点酸，对再带点辣，这个就非常适合。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说，我把它凑在一起。餐肉的部分，我会先把它煎一煎，然后煎蛋皮。然后这个我刚刚试了 chili tuna， 这也辣，我会把它放在上面。它味道也很丰富啊。我现在看到就是你这一碗让我觉得很令人发指，就是我这样子就等于你这一碗。我想做一个茶叶的这个泡饭，泡饭的灵魂就是在这个汤里面嘛。所以我用它的茶叶的香气啊，然后拿一点点这个鲍鱼里面有这个上汤嘛。对，然后我选的这些鱿鱼啊，我要给它多一点这个海鲜的这个甜味。OK， 医师的方，戏子的枪，厨子的汤。对，所以你汤弄好，其实就没什么问题。对对对，其实我也可以来做泡饭。下一次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来。我也可以做饭，每个人这样。你有很多集，你别难紧。好，边做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面开始了。打个蛋。我先会爆香那个鱿鱼先啊。你这个感觉上很费工哎哦。其实我的啊，就是全部倒进去就搞定了。我觉得你的比我的还要费工。没有，我的很简单。我觉得这个油站的蛋很新鲜呢，因为它是新加坡养殖的嘛。是吗？对，就是那个蛋皮啊。对，我会切成蛋皮，然后待会放在面里面。我现在在煎这个鱿鱼，其实这个鱿鱼是零食来的嘛，是可以拿来做这个高汤啊。我觉得零食做成高汤一直都是很不错，像在台湾我们甚至会用那个牛肉干把它做成牛肉面，也很好。我现在下的是那个茶，这个是一个茶香的鲍鱼泡饭，哇，听了都流口水。回去跟台湾说，新加坡的油站有鲍鱼跟燕窝，应该台湾也没有人相信。我现在放的是鲍鱼的这个上汤，不错。用鲍鱼的汁来做泡饭，怎么会不好吃？其实，在新加坡最近啊，这几年那个鲍鱼的价格也会比较 OK 一点，是吗？现在的鲍鱼越来越普遍了，在新加坡。其实鲍鱼是我的儿子最喜欢的，家境很好哦。最喜欢了，爸不常吃哎。少来。把这个海带的零食啊切成小片，就当做好像炸米啊，因为新加坡吃泡饭有这个炸米嘛。台湾的泡饭没有这个炸米的吗？台湾的泡饭，我们是讲有一种饭叫做割稻饭，就是以前人家在割稻子的时候，那个家里的人会帮先生带饭去那个田里面。它的几个重点是它一定要够香，还有有点水分，这样比较吃得下。所以台湾的泡饭比较偏我刚刚所说的割稻饭。哇，其实那个鱿鱼真的把它的鲜味增加了不少，你试看。哦，味道很重。你这样弄完之后，你又煎过，有点像炒鱿鱼，对吗？对，就有点像这个扁鱼啊，对，有像。呀。可以给我点水吗？饮用水有没有？没有对，不用担心。可以给我点水吗？饮用水有没有？没有对，不用担心。我们都在便利超商了，还怕没有水了，是不是？拿冰块。外景就是这个在开心，随便你要怎么用。这个把面下去煮，煮软了之后会把它冰镇起来，它就会变成像凉面一样，它的面会比较有嚼劲。哇，好期待！方便面拿来做凉面啊？你没有这样试过啊？没有哎。真的哦，还不错哎。但我觉得方便面做成凉面有个重点是，很多人会用这个面水下去煮，做成凉面，但我不建议。我建议汤跟它是要分开的。OK。有的用油炸面，那个就比较油腻一点，吃起来就不舒服。好，面好了，放进来。
外面的淀粉把它洗掉，洗一洗它的弹性就会变很好，有没有？刚刚的水没有那么浊。我把这个鸡肉不要浪费嘛，全部就加进去那汤底了。看我这个挺丰富的，又有花生，又有鲍鱼，又有鱿鱼啊，好像没有什么茶的味道了嘞。30秒，30秒哦，鲍鱼拌饭搞定啊！大会他只做1碗呢，我从那边分7碗出来，不公平我们都不在比嘛。啊，没有比啦，但他讲好啦。对，对不起，要一起过高，麻烦你再做8份出来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说，阿翔啊，我看到他有那个小碗，你把它分8份。好，试吃而已，又不是要吃饱。对，来，既然我们是一体的，我当然会帮你的。我们时间到了哦，可是大会很慷慨，决定让你们做到完。他说大会很慷慨，这个时候他讲这种话，他说得出来。第一集人吃一点，对不对？鸡蛋。先让你喝一口汤，来，你想象一下，这待会跟泡面加一起哦 ，refreshing， 因为我们有汤。哇，厉害！主题方面，我觉得 Chef James 他用的这个方式会比我的还要突出，因为他的那道料理真的是吃得到那个柚子的那个香味。鲍鱼泡饭哦。可以。有啊，有那个鲜味哈。泡饭的这个精华就是在这个汤汁里面嘛。看到那个鱿鱼的时候，我就灵机一动，这是我第一次用零食来做这个汤底的料理，哎，还不错那个效果。如果你真要讲说是在店家卖的，我跟你说我信；但你跟我说是在加油站有人做出来，我不太相信。因为首先我不相信加油站有卖鲍鱼，他很巧妙的用了那个鱿鱼，加了很多分。好，我的已经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等待会要试吃的时候，我把汤盛进去完成。一个冷的，一个热的，哇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味道如何？我们试吃就知道了。拭目以待。来，谁来试吃啊？路人吗？顾客、店员。哦，我第一次端食物横跨加油站。对啊，我也是。这是第1集而已，接下来也不知道。两位 chef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 10分是满分嘛，一般人5分就过关。对，你们专业厨师嘛，必须有至少一半的人打7分或以上才算过关。哇，还有要求哦。店长，帮忙我们试吃一下。堂哥你好，嗨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这是我儿子啊，你儿子哦。哦，做今天会在这啊？长这么高喽，这个你要不要先试试看？天气热啊，弄点冷的面这样，你试试看。这个是一般比利时鸡蛋啊。对。哦，有放丢呢。有。小孩子最喜欢吃了。虾饼。厉害呀！詹姆斯今天还放了一点那个柚子的那个茶在里面。酸甜的。酸甜，很开胃嘞。很好吃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小孩子就是不会说谎。咦，你喜欢冷面吗？不喜欢，没吃过。哦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我家都没吃过。来，你跟我过来一下，跟我出来一下。你不喜欢是不是？不太习惯，对不对？不习惯。甜的。还好是不是？所以在新加坡吃冷面的机会不多，比较少。我很意外啊，只是我没想到，说真的，我没想到原来新加坡人对凉面或冷面的接受度没那么高。我想想也对，我去小贩中心好像没有吃过。这个是红茶鲍鱼泡饭，哇，这好料好料。很美嘞，好像5星级的收了。哦，对呀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就先把鲍鱼给吃掉。对，他很喜欢吃鲍鱼啊。你们现在有没有天天吃鲍鱼？你犹豫了，你不敢讲，对不对？你不敢吃啊？这比较好吃哦。你看，小孩子说话就是对的啦，比较真啦。可以哈。不错。那你多久要加一次油2天1次，因为我的工作的地方是在里面，所以我就带那些私人屋子的客人，1个月打6次。那你有常常进去里面买东西吗？方便的东西就买了。这个呢，我是用里面的这个零食啊，这个鱿鱼的零食来炼那个汤。灵芝好料啊！零食。我如果里面卖灵芝的话，哇，不得了，我就跪下来端啊。哎，打分呢？这2个一起打分，满分是10分的话，8分。8分吧，6分。好，那你这可以还我吗？我不给你吃了。要你打分数，你会打几分？8分可以吗？其实我们卖很多材料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可以用来煮这么好吃的。对，我跟你很简单，你只要看这个节目啊，叫詹姆斯为你加油，你就知道怎么做。10分。你看，这就叫会做人。你小孩来教过来学，拿满分呢，开玩笑。至少也有8分9分嘛。那你呢？9点多哦，哇，他标准比较低，更会打分的。他不是，他比你更会做人。7个人，6个过关。为什么是有6个过关呢？
我想你应该回去会好好跟他聊一聊。对呀，这一节让我能够理解到，就是冷面在新加坡是真的比较少。所以今天我也是学到哦，油站啊，虽然是麻雀虽小，可是五脏俱全啊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在油站有这么齐全的商品，这会让我真的吓一跳。你看里面还卖米，对米的话，我就忍了就算。燕窝鲍鱼我觉得太夸张，我还是一直要讲。就搞到边，我们这一集好像是在推销燕窝鲍鱼，但不是，只是要告诉大家，新加坡的油站品相真的很多。因为这是什么？你今天过关。哦，过关还有这个啊？等一下，会不会打开来3000块？哎呀，可能2000块。收集3个印章兑换丰富好康，集满8个印章让你开心回家。所以我现在过关了，贴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恭喜恭喜！今天真的谢谢你。今天我也是学到这个冷面，你学到冷面不错，你不要做给小孩吃，你小孩不喜欢吃冷面，我会教到他怎样欣赏这个冷面。教你应该很快吧，对不对？吃冷面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打小人，对不对？但真的谢谢你，不会，加油，加油！哇哦，这车真的太舒服了吧！好可惜哦，只有一个人骑，没有人跟你分享。OK，Thank you。好心人呢，他说我的相机应该要转另外一边的，他可能不知道我是要自己拍，他以为我是要拍路上，他一定也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，应该要拍新加坡的路，怎么会我要自己拍？他很认真在告诉我说，你应该要把你的摄影机转到另外一边，人真好。对，原来我们的摄影组这么用心良苦，害我在路上被人家笑。